多溶化水一般有3种原因，第2种很危险，预防最重要。多溶化水的3种原因及解决方法。高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大家好，这里是老王养花的频道。本期内容说一下非常常见的多肉化水。在多肉植物的养护过程中，经常会有朋友发现自己的幼肉某个叶片或者某部分叶边变得透明发黄，用手捏一下，会有叶片的表皮下面全是一包水的感觉，这就是多肉植物叶片化水了。同黑腐一样，多肉植物化水也很常见。如果你没见过化水，并不是说明你养功了得，而是说明你养肉的时间还不够长。多肉化水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后面会导致全株变得透明怕水，到那时候就无力回天了。多肉植物的化水在外观上和果冻色有点相似，但是两者不是一回事。果冻色是通过供氧让幼肉的叶绿素转化为花青素或胡萝卜素，但是它的细胞构造都不会改变，而化水则是弱弱的细胞壁破了，内部已经变得一团糟。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多肉植物化水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低高温环境浇水频繁。大家都知道，多肉植物的原生地大都市环境很恶劣，要么是沙漠，要么是戈壁，要么就是岩石的缝隙中。像现在家庭养护中说的不能暴晒啥的，完全没有，就是靠捡吃饭。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幼肉练就了一项自我保护的技能，而就是这项技能导致了它进入了家庭这样备受呵护的环境中，反而会划水。那么它的这项技能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植物有呼吸作用和蒸腾作用。在适宜的环境中，植物会通过茎叶的气孔来进行正常的蒸腾和呼吸作用。多肉植物也不例外。而如果遇到极端的环境，比如高温，高温会让植物加速蒸腾，带走大量水分，而原生的幼肉并没有多少水来供它蒸腾，它只能进化出一项新功能。遇到这种环境，就把茎叶的气孔关闭，来锁住体内的水分，不必过多的流失。而在关闭气孔的同时，它也无法再用茎叶来进行呼吸作用，转而用根系来呼吸。原生地的幼肉土壤大多是沙质或者岩石，透气性非常好，所以幼肉即使只用根系呼吸也很顺畅。而进了家庭养护之后，不管你的盆土如何透气，它始终要在一个小花盆里面，本来就有局限性。此时如果再倒水，那幼肉就完全是一个憋气的状态了。不但是憋气的状态，而且根系还在不断的吸水，却没有均衡作用来排水，最终只能把细胞壁撑破，外在表现就是化水了。所以说夏天的高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高温下还要给幼肉浇水。这也是为什么在夏天给幼肉严格控水的原因。而幼肉为了保护自己，会先让底层的一些老叶片划水。所以说当看到幼肉只有部分底部叶片划水的话，基本都是这个原因。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让幼肉的根系透气就好了，顺便能这样降温的话更好。一般如果刚浇过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要赶紧把幼肉拔出来，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晾一下，顺便换点买水透气性好的盆土重新上盆。这样即使化水的叶片不清理掉，幼肉恢复机能后也可以自己吸收消耗掉。当然为保险起见，还是要把化水叶片一起摘掉，然后观察后续情况。另外长期的闷湿环境同样会造成妆溶化水，原理基本差不多。而感染真菌，多肉植物化水的第2个原因就是因为感染了真菌。幼肉为了抵抗真菌更多的侵害，而选择对感染真菌的部分进行隔离。也就是说，感染真菌的这部分不再有什么呼吸作用、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原来的细胞壁也会分解破裂，造成化水的现象。这种划水就不像前面说的那样简单了，也不是单纯的底部的几盆叶子划水，而是因为真汁从幼肉根系向上入侵到幼肉的茎叶，真菌到哪，化水到哪。而且因为真菌的存在，
化水的同时都会伴随着黑腹，非常危险。遇上这种感染真菌而化水的情况，我们需要首先立即把肉肉脱肚，然后把所有化水的部位全部砍掉。完好的部分伤口晾干后，用新毒从新上盆，旧毒也不要再用了。如果施救不及而导致肉肉挂掉的话，也不要太自责，毕竟这种化水从发生到肉肉死亡，速度非常快。注意吸取此次的教训，预防其他肉肉也感染才是当前要做的。而归根结底，真菌的形成也主要是因为闷热潮湿的环境，所以要预防真菌感染的化水，还是需要通风控水。3、冻伤化水。最后一种情况是油肉冻伤化水，一般是发生在冬天极度的严寒下，肉肉体内的水分结冰刺破了细胞壁，缓过来以后，冻伤的部分就会大头大脑的化水了。解决多肉植物冻伤化水最根本的办法就是防寒，别让它冻着比什么都强。而如果真的冻伤了，如果只是叶片冻伤，则摘掉叶片；如果茎盖也有冻伤，就需要砍头，保留完好的部分，慢慢挪到温暖的地方，让肉肉缓缓逐渐适应后，或者重新先加上门。但是要注意，不要立即从极冷的环境挪到极热的环境。还是那句话，冻伤化水的情况主要在于预防，加上现在是春末夏初，这里不再多说。以上是多肉化水的3种原因及处理方法，不管是哪种情况，预防才是首要。特别是马上就要到夏天了，有时候第一种情况或者第二种情况并不一是单独出现，而是经常在呼吸不畅的同时伴随真菌感染。高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高温而且高湿。这里一定要注意通风颗粒度和控水。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可能一些专业的东西说的不是十分准确，只能说出我大概的理解。如果有错误的地方，欢迎指正。如果觉得我说的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转发、关注我吧。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